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2月17日，星期二。我们赶紧在盘中给大家来做一个复盘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长周末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，这个市场的走势并不是非常的乐观，并没有给大家所谓的那种开门红，反而是走出了一个非常折磨人的行情。我们可以看到盘前它就是有一个低开，早盘的时候呢有一个又多的冲高，可以看到又多的一个冲高，然后呢现在又有一些回落，回落之后呢再次有一个冲高，目前日内的跌幅是仍然存在的。那么在进入今天的深度分析之前，我想先花2分钟的时间，非常严肃的回应一下评论区的一些声音。有观众说，博主你怎么变来变去的，一会儿看多，一会儿看空，一会儿说反弹，一会儿说中继。各位，如果你抱着这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来做股票，我建议你现在立马关掉视频，甚至是离开股市。为什么？因为市场它是活的，它是一个由亿万资金、无数情绪和宏观数据交织而成的动态博弈系统。我们可以看到 K 线每时每刻都在跳动，成交量每分钟都在变化。作为一名专业的交易者，我们的职责不是像算命先生一样给出一个死板的结论，然后死守到底，而是要根据盘面最新的信号，实时的来修正我们的策略。交易的核心你要记住，是应对而不是预测。如果车子前面的路弯了，我作为司机，我必须要转动方向盘，你不能指责我为什么不走直线。如果我看到 SPY 的关键支撑破了，我必须由多转空，这叫做顺势而为，这个叫做知行合一。那些死守一个观点直到爆仓的人，这个就是韭菜。所以如果你的思维跟不上市场的节奏，或者理解不了这种动态博弈的逻辑，那么密集投资频道可能不适合你。我也相信这市面上所有的频道都不适合你。我们在这里服务的是高素质、懂逻辑，甚至是以职业交易为目标的投资者。好了，我们把话说清楚了。那么今天的这个走势，其实呢，我们是可以去做一波的。在美东时间的10点47分的时候，大家来看一下，美东时间的10点47分，也就是在这里出现了不是算高一的一个小阳线。我在群里告诉大家，你是可以去入场，但是你不要看特别的高，因为可能还没有跌完。但是呢，我们会员群的朋友，这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去做了一波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收益是十分可观的。我就告诉大家，你懂我的这个交易的逻辑，你懂我的这些术语，那么你在这个地方，你在股票市场，你永远都是胜利的人，永远都能够赚钱。我们欢迎大家在新的农历新年里面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好好的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的链接。新的一年给自己一个新的开端，让你看到你的账户呈现不同的丰富多彩的一个盈利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一个走势。低开冲高回落，这个在专业术语里面叫做什么？叫做日内牛市陷阱。长周末的3天积压了一些避险的情绪，所以盘前跌非常的正常。但是为什么在早盘的时候能够一下子有一个冲高？那个不是主力在买入，那个是空头回补。很多在周五持有空单过周末的资金，早盘看到低开获利了结，买入平仓，就把价格给推高了。但是你一定要注意，当价格反抽到日内均线，或者是在上周五收盘价附近的时候，买盘瞬间枯竭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猛烈的抛压。这个说明市场没有新增资金进场抄底，场内的反弹纯粹是技术性的。而且呢，在此位置，我认为主力他的这个态度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要冲高出货。这种冲高回落的 K 线形态在日线级别比较的难看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上方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，多头尝试反攻，但是铩羽而归。那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SPY 的日线图，我们经常在跟大家讨论周五这一根有点放量的小 K 线到底是企稳还是中继。那么今天的这根 K 线正在给出答案。首先我们说 MACD指标有一个恶化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快慢线不仅没有金叉的迹象，反而在零轴上方形成了死叉后的开口向下发散，红色的量能柱是有一个温和的放大的。那么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趋势性下跌信号，它告诉我们目前的下跌是有动能支撑的，并不是洗盘那么的简单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布林带 SPY
它的价格已经完全在布林中轨下方，并且试探下轨的支撑。最危险的是，布林带它的张口正在微微的张开，一旦价格贴着下轨运行，那么就是单边下跌行情的一个开始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进行对待。目前 SPY 的形态，它并不是大底，而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下跌中继。上周五的震荡只是下跌途中的一个休息，今天的冲高回落确认了空头的统治的地位。那么，如果说现在的一个走势维持到收盘，那么基本上是可以确定下跌中继。但是如果说它收回在了686上方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反转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盘中不一定我们就要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，因为它现在在盘中，我们还没有看到收盘的情况。所以说明天的盘中呢，我再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新，好吗？我们再来看一下 QQQ， 它的 KDJ 的指标，那么都是在相对的高位死叉后，现在正在向下发散。你可以看到这个 J 线下行的速度非常的快，这代表短期的下跌动能极强。那么目前呢，我认为下方是还有空间的。而且再看一下 RSI 已经是跌破了50的多空分界线，并且现在还在向下掉头，说明市场的力量是比较偏向于空方的。从形态上来看，我们看一下 QQQ 在 636.6 见顶后，现在也许在做一个双顶演变而来的下跌的趋势。今天的日内高点连上周五的高点都没有摸到，这是一个 lower high 下降趋势。那么现在如果说你要让我谈大底，我觉得是过早，而且也比较的危险，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技术指标出现了底背离的信号，所有的指标都在共振下降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说一下宏观背景。长周末回来，没有重大的利好消息来扭转市场的颓势，相反，市场现在正在开始重新定价美联储的降息的路径。通胀的粘性、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，让资金在这个位置选择了避险。那么本周是否会出现低点？我认为非常有机会，而且呢，大概率就是在这周。目前日线的一个结构显示，我认为它是有在做浪，然后呢杀跌进行中。那么 SPY 比较大的一个支撑位就是在675这个附近。如果本周有效跌破这个位置，我相信会触发更多的止损盘涌入。但是呢，如果它撑住了，也许就是一个大底，好吗？那么现在到底是不是下跌中继？我认为现在是偏向于下跌中继。所谓的大底，它一定会伴随着恐慌盘的放量杀跌，而且呢也会伴随着 VIX 的飙升，并伴随着指标的底背离。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阴跌，是冲高回落，是温水煮青蛙，这种走势非常的伤人，它就是不给你一个痛快了断，而是一点点的磨灭多头的信心。那么我们总结一下，那么长周末回来的第一站，多头是完败的。早盘的冲高是诱多，日内的回落是趋势的延续。那么现在不管是从 SPY 还是 QQQ 的日线图来看， MACD 死叉发散，均线空头都是可以看到的，并且价格运行在弱势区间，没有企稳的迹象。所以你现在就是要管住手，千万不要因为看到大盘跌了几天就觉得便宜要去抄底，并且呢你要防守为主。如果你手里现在还有盈利的仓位，请设好移动的止损。如果手里是被套的弱势科技股，反抽是你减仓离场的好机会。本周会出现一个低点，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在盘中或者是在会员群来通知大家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花小钱办大事。有些时候我盘中的一个通知能够帮你挽回非常多的损失，更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盈利，好吧？那么我再次想对那些听得懂逻辑、理解市场波动的观众说，投资是一场修行，修的是对无常的适应能力。密集投资会一直陪着大家，用最专业的视角解析每一个当下的信号，不管多空，只要你看准了趋势，我们就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活下去，并且赚大钱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对于大盘的一个深度复盘对你有帮助，请你帮我订阅点赞，我们明天的盘中见，我们用数据去验证观点，好吗？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呢能够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错过任何一期的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